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介休的绵山，很低调的一个五 A 级景区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绵山景区，它都是在悬崖边的这种路啊。你看下面这条公路就在悬崖边呢。然后我们现在走上来呀，有一个步行的道，这个叫天桥，要从桥的这边走到那边去。那边有一个蛇啊。有个蛇的雕像，就是这里。我真的有点腿肚子发软，要从这里走过去。走，这个就是天桥景区。从这个桥上走过去啊，这个很窄的这个路，只能通行一个人。这里有飞云2个字。这脚下呀就是万丈深渊。哎呀妈，吓死人了！赶快的通过啊！小弟害不害怕？有点怕。不要靠那个边啊，靠这里边走，不要看下面就不害怕了。我们快速的通过。哎呀妈呀，最危险的这一段走过去了。这边宽了。再看一下，哇！这段天桥确实是走着惊心动魄啊！终于通过天桥了，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再看这边，还有这么长的路啊，也是在悬崖边，要走到那边去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路是怎么做的，在下面打的这个木桩子，然后把路修在这悬崖绝壁上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？为什么非要在这悬崖上修路呢？谁能解释这个问题呀？现在我们去体验一下。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就在这半空中悬着。果然是5 A 级景区啊！但是这个景区好像特别低调，听说过这个绵山的人应该很少吧？现在我全程记录一下这条路吧。最窄的这个地方只能一个人通过。我手机往外伸一点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又走到这个凹回去的悬崖这里了，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那个墩子，就靠它支撑的呢。这是整个景区在这个峡谷拐弯处。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泥塑，供奉的各路神仙。哎呀，这里面还挺大的，这都是原始的各个大神。你好，大神们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清修了，我们马上走。在这个山洞中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发现什么了？这里有一个下去的洞，然后那下面还有一个洞，这是洞中洞。我下去看看这下面，这是点化洞，下面是这样子的。现在终于走出这个洞了，哇塞，有一种豁然开朗、重见天日的感觉。回望一下我们刚才走过的路，这外面有一条路。然后这里面有一条路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朋友们！哇塞，这个景色真是绝了啊！现在我们要顺着这个山路从这里下去了，来这里体验一下惊心动魄的。这上面还有一个上去的路呢，哇塞！咱们下吧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悬崖路。哎呀！看着都心惊动魄，现在我还有点胆战心惊，还有点没有回过神来呢。先让我回一回神啊！往那边看一看，那边就是天桥。你看那个天桥的路，是不是垂直度的90度？这个悬崖就在这个悬崖上修了一个那个天桥栈道。现在这个景区啊没有人，疫情期间啊，整个景区就我和我弟2个人。走的实在是胆战心惊。好，就是这样，继续往下走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洞呢，不知道这个洞通到哪里了，下来看一下。
哇塞，你给我看一下，这里面又是下去的通道。我勒个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里又分出2条道来，一条是往上走的，一条是往下走的。哇，这里面黑不隆咚的，我不敢走了。朋友们，我是不敢走了，这怎么办？这条还能看到亮光，这2条就完全看不到通到哪里去了。这个绵山呀，真是路又险，景又奇。我们从这儿下去吧，好吗？好，下。你要不要下去探险一下？我不去，我派你下18层地狱。你的外号不是叫王大胆吗？我不大胆，我不叫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介休的绵山。这个景区里面厉害了，它有一个全国来说都非常罕见的东西，叫做肉身菩萨，也叫做东方的木乃伊。进去咱们仔细了解一下。什么是肉身菩萨呢？就是古代一些修行较高的道教啊和佛教的道士和僧人啊，他们作画之后呢，遗体却不腐烂，能完好的保存下来。后人呢，再把他们的肉身用泥做成塑像，予以膜拜，这就叫包谷真身。民间呢，也有把它称为肉身菩萨。当然了，包谷真身一直都是听说，几乎没有人看见过真的。如今呢，这个不起眼的山洞里，竟然会有10几具包谷真身像，那实在是了不得呀！这的确是个世界级的这个奇迹。正果殿，这是这3个道人的包谷真身像，被游人和专家称为世界奇迹。3个包谷真身像，这边就是正果寺了。这是正果殿，正果殿里面有9具那个真身包谷像，这个里面有3具包谷真身像。通常佛教的高僧在生命将要到达尽头的时候，会禁食禁水。在他们作画圆寂之后，如果身体不坏，则会被视为修成正果。弟子们会请来工艺高超的泥塑匠，用高僧的身体作为胚胎，包塑成为佛像来供人们供奉。在山西绵山的季家庄，这里的人们一直流传着有关真身佛像的传说，但人们都没有胆量去打开佛像探究。1996年，随着政府开始对绵山的古代寺庙文物开始进行保护工作，传说中的真身佛像之谜被专家揭开。传说中的包谷真身佛竟然确有其事。在场的专家对周围的塑像查看，发现寺内12尊佛都是包谷真身。几天之后，在离这座寺庙不远的云峰寺内也发现了3尊相同的真身佛像。绵山这15尊真身佛像，包括从唐代开始的各个朝代，他们的身形相貌各不相同，历经1000年依旧保持圆寂时的状况。在解放之后，绵山一带的寺庙受到重视，被列为保护对象，而这些真身佛像的数量在全国来说也称得上首位。有人甚至将这些真身佛像比作是东方木乃伊。这一切真的是太神奇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介休的绵山，这是一座5 A 级景点。这个绵山上面有道教的寺庙，有佛教的寺庙，后面这个是大罗宫，是道教的寺庙。像不像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感觉啊？一层一层的这样上去，最高处啊，你看那个楼房都盖到什么地方了？真是想象不到能把房子盖到那上面，就像悬空寺的感觉一样，太壮观了。现在就从这里爬上去啊，然后大家看那个地方，那个是个电梯啊，坐电梯直接到达那个半山腰，坐电梯1次5块啊。但是既然来了，我要爬上去，走。第1层就是财神殿，拜一拜财神。这是第2层宫殿，叫3官殿，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在东汉年间，这个地方啊，蛟龙作怪，这3官显威，把蛟龙镇压住了。蛟龙就在这个峡谷里面啊，所以在这里建个3官庙。继续往上走，楼梯都特别陡。这又是一层，这里面供奉的是
16甲子神和60星辰对应的人的这个属相啊，60岁一个甲子。再往下一个地方走，又到达一层，这一层是斗母宫，这里面供奉的是斗母星君，是一个道教的女神啊，她是4面8臂，4个头，8个手。那边就是坐电梯上来的小亭子，坐电梯5块钱啊，爬上来也用不了多久。看这个山上各种建筑这么多，从这山脚下看看这个山，垂直的。站在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大罗宫，太壮观了。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啊，还是觉得这个地方挺壮观的。斗母宫旁边这里走过来啊，有一个药王殿。药王殿供奉的就是神农氏，神农尝百草，也被叫做药王，就是炎帝啊。炎帝是一个秃头的形象。现在又到了一个宫殿，叫凌霄殿，这里面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啊，这是所有神的最高神，就是正面这个玉皇大帝。看后面这个悬崖上挂了很多的铃铛，这是怎么挂上去的呢？从那山顶上吊一根绳子，人拴上绳子啊，到这半山腰去挂铃铛。为什么要挂铃铛呢？就是有人在这里许愿，许愿如果成真的话，你就要来还愿，还愿时候就要在这半山腰系一个铃铛。这个铃铛的铃和那个灵验的灵，这两个读音是相通的，就相当于是还愿了，特别的灵的意思。这就是玉皇大帝啊。撞3下。好，现在就到了最高层藏经阁了，就是这个小布达拉宫的最高处。从这里可以看清楚那个挂的铃铛。就在半山腰挂的这个，这些都是铃铛。这怎么还有把这个灯挂在这里的呢？这几个挂的都是灯啊。他是先把铁棍打在这山体里面，然后再把铃铛挂在铁棍上。现在已经爬到大罗宫的最高处了，这个是道教这些最高的神住的地方。这上面风景真的是太壮观了，往对面看一下，看看这个山谷啊。翻回来，这后面是大峡谷，往后面那个就是介休下面的灵石，那里面有一个王家大院，我们去了，昨天去的，就在这个方向。现在天气好可以看到，现在看不到。下面那条线就是高铁站，往这个大峡谷里看一下。我现在站在这栏杆这里，都有点恐高呢。那下面就是那个小布达拉宫，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楚的看到。我们来的时候走的这条公路就在悬崖边啊，大家看这条公路，坐的景区的那个大巴车，走在这条路上真是提心吊胆的。悬崖绝壁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介休的绵山，这是一座5A级景点。这个景区特别的雄伟壮观啊！你看这边全都是这个悬崖绝壁，都是90度啊，垂直的。在这个绝壁下面修了一个酒店，这个垂直的这个东西是个电梯，我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啊。带大家去看一下里面的住宿情况怎么样。我们住了个标间330，大家往这儿看一下，这下面可是好几百米的这个悬崖绝壁，垂直的啊。这个绝壁旁边啊，有很多的商店，然后在这里面吃饭呀、买水呀都可以。建议大家自己带点水啊，这上面可乐6块钱，然后这个里面矿泉水10块钱3瓶。现在到那个房间里看一下，走。大厅挺气派的呀，皮沙发。这边还有按摩椅，爬一天山特别累的，可以在这按摩一下。两边都有房间，房间特别多。我们昨天住在这边，看看房间里是什么样的啊？
山里边装修环境还挺好的，2个小床的，330块钱一晚上。现在是淡季啊，就是便宜了，旺季的时候是540。电视还有个小冰箱呢，但是这个房间没有空调，我们晚上开着窗户睡的。它这主要是风景好，看这面大窗户，看看外面的风景啊。下面就是云峰寺，就这个地方。这下面就是大峡谷，这个酒店就建在这悬崖边上啊。你看这条悬崖公路，景色不错吧？晚上的时候，这景区里面是没有灯光的，黑乎乎一片呐。小弟，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？没有空调，睡好了吗？还有蚊子，还可以睡的。蚊子咬吗？咬，手上还咬了一个。没有空调哈。对了，它这个晚上啊，热水是8点到10点定时供应的。这山里面嘛，也可以理解。它这里还有电视，然后这里 WiFi 还不错啊，这点挺让人意外的。看一下卫生间里面，是这样的，晚上定时热水。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这个 WiFi 速度可以，上传视频都没有问题。来，这个地方看景不错的哈。还有一点，这个酒店是不提供水的啊，就喝的矿泉水需要自己买。这景区里面是10块钱3瓶，早餐的话是另外加20块钱，一个人20啊。在那边的走廊里，那个位置可以看到云峰寺。现在我走过去带大家看一下风景。走廊采光特别好，这种大的玻璃窗，看风景非常棒啊。这就是那面大玻璃，看后面这个就是云峰寺。昨天晚上因为这个峡谷里面黑乎乎一片，只有这几个房子是亮灯的，所以这寺里面的和尚就住在这里，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呐。下面这一排是商店，这个商店就在悬崖边呢。从这里再看一下我们住的那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是我们住的，昨天晚上亮灯的没几间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了山西绵山的云峰寺，就是后面这个，这是天然形成的一个大洞，在这个悬崖绝壁上啊，它凹进去这么一块，天然形成的。在这洞里面修的一个寺庙叫云峰寺，这个寺庙可是厉害了，很有名。第一个，唐太宗李世民来过这里。第二个，寺庙里面有包谷真身像，就是我们俗称的肉菩萨。第三个呢，这个洞里面求雨、求子非常的灵验。这个云峰寺还有一大奇观，就是这悬崖上挂了好多的铃铛。看了这个铃铛，密密麻麻挂了很多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很多人来这里祈福许愿，成功了以后来这里还愿，还愿的时候就要挂一个铃铛。这个铃铛是怎么挂上去的？首先我们要到达山顶，然后甩一根绳子下来，把人绑上去啊，然后把人吊在半空中，这样挂上去的铃铛。为什么要挂铃铛呢？因为这个铃和那个灵验的灵是同音字嘛，就说这个地方特别的灵验，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在这半山腰啊修建的这个酒店，晚上我们就住那边啊。下个视频我带大家看一下这半山腰的酒店是什么样的。现在先去这个云峰寺里面参观一下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云峰寺，这个叫做抱腹岩，就是腹部的腹。这上面啊是天然形成的一个洞穴，就是这个山凹回来的。在这里面建了很多的房屋，这边有一个五龙殿，当时这个田志超这个得道高僧啊，这个5个龙啊要把这个地方冲毁，这田志超这个大师傅啊，一个手托住这个顶，就没有让它冲毁，这上面留下了他的大手印，大家能看到那个手印吗？这抱腹岩里面特别的大，可以走到那边去啊。你看现在一个游客都没有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没有游客，只有我和我弟2个人啊。这边有一个龙池，看一下里面的水啊，
在这个抱负岩里面有这么一池子水，传说是当年田志超师傅收归这5条巨龙以后，巨龙就在这个池子里面形成这个池水。这个池水啊，就是它既不涨上来也不干涸，常年保持这个水位。每当这个附近干旱的时候，老百姓就会来这边祈雨，然后这个田志超师傅啊就会让这5条龙出去给他们施法下雨。就是这个地方祈雨非常的灵验，这个栏杆上挂的这么多这个啊都是还愿的，就是灵验了以后过来还愿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个地方真的是鬼斧神工，感叹大自然的惊奇。这个是空王真身殿，空王佛就是这个田志超，他是第一个汉族的得道成佛的这个人。当年唐太宗来这边求雨啊，田志超帮他求雨，就有求必应，成功了。第3年唐太宗来还愿时候，正好这个田志超师傅他就去世了嘛，作化了。唐太宗就为了感谢他，给他赐名这个空王佛，并修建了这座寺庙。我们看他这个佛啊，这是包谷真身像。包谷真身像啥意思啊？就是他作化了以后，他的信徒用泥巴把他的尸骨包住，然后按照他生前的样子做成泥塑，这样就意味着筋骨不断，魂魄不散。我们民间叫做肉菩萨。刚才我们看田志超师傅那个包谷真身像，这个大小就是真人这么大，他死的时候是这样作化了嘛。我们民间叫肉菩萨，以前只在这个记载上看到过，但是没有人看到过实物。但是没想到啊，在山西这个绵山不知名的这个山里面，居然发现有12具之多。马鸣殿，在这个殿里面也有2座肉菩萨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侧面这边有个和尚的肉菩萨，这边还有一个焦居士的肉菩萨。这里有介绍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元代介休焦居士和外甥圆通和尚的包谷真身，在马鸣殿的旁边啊，有一个辟谷洞。辟谷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道家修炼的一种法门，就是打坐啊，在这个辟谷期间，不能吃谷物，不能擅自吃斋饭，就是光能喝水不能吃饭，你就一直打坐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山西介休的绵山。很低调的一个5A级景区，这个山跟介子推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雕像就是介子推啊，春秋5霸晋文公的辅佐的晋文公的这个大臣。这个景区门票110，车票50，进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。这边有一个绵山景点的分布图，在这个图上啊，给大家讲一下绵山的攻略。从这里啊，就是坐大巴的地方，就是买票进来，坐大巴会坐到这里龙头寺，它这一个绿色的点就是一个景点，这里面特别的大。玩1天的话，时间比较紧张，最好是2天。我们就是在山上住了1晚上。它必玩的景点呢有这么几个，一个是大罗宫，道教的景点，这个啊有一点像是小布达拉宫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必玩的景点呢就是这个云峰寺。这是一个佛教的景点，在那个凹进去的山洞里面。这2个必玩，其他的景点呢，就是你看时间来得及你就玩一下，时间来不及呢就挑几个玩。然后这个正果寺大家要去一下，正果寺要坐电梯上去，电梯15块钱。这正果寺里面有肉菩萨，好像有10几具呢，在别的地方你看不到的啊，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包谷真身像。这个比较珍贵。然后水涛沟呢也全长8公里，我建议大家走个1-2公里就行了，因为这个里面的景色啊都差不多的，走到头是一个水帘洞。七贤谷这个景区就不要去了，这个景区比较坑爹，上面就是介子推的墓地，然后这山上啊什么景点都没有。这里有一个缆车上去，也有一个坐电梯可以上去，也可以步行上去，步行上去特别的累啊，600级台阶，这个就建议大家不用去了。然后这些塔林、五方佛、朱家凹我都没有去，因为
这几个景点也不出名，我也没有时间去，因为这里面的景点特别多。如果你们还有时间，可以去这个一斗泉景区。一斗泉和旁边这个兔桥、天桥都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天桥景区啊，特别的壮观，在半山腰那个悬崖上修的栈道，可以体验一下那个华山长空栈道那种感觉。云峰寺这里还有一个绝壁天路，就是在垂直90度的悬崖边修建一个之字形的那个天路，特别的壮观，建议大家去看一下。好的，这就是所有景点的一个分布情况。一天时间玩下来，只能挑几个主要的玩一下。我们在山上住了一晚，2天时间都没有玩遍啊。然后这边是坐车的一些线路图，它每一个站点之间有多少公里，它都写明了。再次建议大家，腿脚不好的就不要来这个景点了。这个景区啊，都是爬坡上山，全都要靠你走路啊。腿脚不好的就别来了啊。这个就是景区的龙头寺，看这个山上有一个龙头，那龙嘴里也可以走进去的。下面就是离石，看啊，那个大巴车，从山脚下一直往上看盘山路，开到这里啊，就是第一个换乘站，在这里下车就可以游览龙头寺。不游览的话，继续坐车往下一站。它这个大巴车是循环发车的，就像公交车一样，一站一站的，每一站它都会停，挺方便的。这个地方视野非常好啊，看得很远，没有遮挡。看一下景区里面的路，全是这样绝壁悬崖路，这下面就是几百米的悬崖。他把路就修在悬崖边，坐这个观光车也特别的心惊胆战，挺有意思的。在这个悬崖峭壁之间有一个乾坤洞，进去看一下。这条路特别的危险，这里有2个字脱俗，走入这道门你就脱俗了啊。就在悬崖边的一条路，你看这两边这个山体呀是凹进去的，这边是来修行的2个古代的人物，很早以前就有人来这里修行。下面是一斗泉景区，然后那边就是大峡谷。一斗泉景区都很少有人去的，更别说一斗泉上面的这个乾坤洞了。这里呀，我估计来绵山有20个人，有1个人可能会来这里，可能还不到这个比例。走到这里就没有路了。再看一下这个景区，小弟参观完这儿什么感想？哎，好高啊！要不你留在这儿修行吧。我要回家。你和这个大师一样坐在这里打坐，在这个山底下啊，每天就是吸收日月精华，呼吸着这个天地的精气，有可能你会开悟啊，得道成仙也说不定。这个绝对是个好地方。下面就是繁华的公路，这上面就是安静的修行场所，很适合修炼。在9天之上啊，有这种感觉。这边有一个万寿图，整面墙上刻的全都是寿字，我刚才数过了啊，正好是1万个寿字，确实如此。现在要从这里啊逆流而上，走入这个峡谷里面，还有2条路，一条是那个梯子都被河水啊都浸湿了，比较滑，所以我走这个悬崖边这个铁板路，这个铁板路是干的。